我现在就想搞钱，光羡慕人家有什么用？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，要变得比他们更有钱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我认为几乎所有家庭、所有成年人都应该补的一课。顶层的1%是如何教孩子金钱观的呢？你可能会想，我现在都30几、40岁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但越研究，我越发现，这些金钱观念其实是成年人更需要学的。我们大多数人是成年后才第一次认真面对金钱、投资、存钱、消费决策这些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不只是怎么教孩子，更是关于我们自己怎么重建金钱系统，避免掉入中产陷阱。我会分7个部分和大家分享。那现在我们开始吧。第一部分，我们先来看一个我自己特别有感的一点。普通家庭教孩子的第一句金钱观是别乱花钱，但顶层家庭教的第一件事情是钱需要被分配，而不是被冲动消耗。这两个想法决定了孩子未来生活方式的差异。你可以想象2个小孩 ，A 小孩每次拿到钱就立刻想着要买什么， B 小孩每次拿到钱第一反应是这笔钱我要怎么分配呢？10年后2种人生会完全不同，而我们大多数人是 A 小孩，这是第一层差距，不是收入差距，是金钱认知差距。当孩子5、6岁时，顶层家庭会让他们开始接触一个很简单但极其重要的规则：钱有3种用途，花 spend， 存 save， 给 give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不就是存钱罐的3罐子系统吗？但顶层家庭关注的不是形式，而是心智。这训练孩子去理解，花等于享受现在，存等于对未来负责，给等于富足的心态。为什么给很重要？因为行为心理学有个结论，一个人是否愿意给予，就是他是否认为自己够了的外显信号。这会影响一个人的自信、价值判断，甚至未来的人际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富裕家庭重视给予，不是让孩子变成圣人，而是培养富足的心态。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往往从小被灌输钱不够，钱很难赚，有钱是别人，不是我。这种潜意识跟随一辈子，这一步是阶层差距的关键。等9到10岁时，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决定我要花多少，我要存多少，唯一固定的是给的比例。但关键不是这个，而是他们会让孩子存的钱产生利息，父母变成孩子的银行。比如你这个月存了20美元，父母给你10%的月利息。一般孩子金额比较小，所以比例会调高。下个月你会自动多出2美元，孩子第一次看到，哇，钱不用花也会变多。这一步会彻底改变金钱观，因为对于多数成年人来说，我们30、40岁才第一次意识到钱是可以替你工作的，而不是你永远替钱工作。而顶层家庭的孩子10岁左右就逐渐意识到了这件事情，于是孩子开始问，如果我不买玩具，我下个月能拿多少利息？如果我今天花钱，我会少赚多少？这就是延迟满足的训练，不是通过纪律，而是通过奖励机制。孩子在做每个决定背后都是现在消费与未来增长之间的思考，这正是成年人做投资、做理财、做资产配置时的核心逻辑。但有的孩子在10岁就学会了，我们则是长大后才第一次遇到。我知道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，很多人都在面临房贷压力、孩子教育、工作压力、投资焦虑、退休规划等等。很多人赚了不少钱，但还是感觉到压力巨大。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教过如何掌控金钱，只会被金钱牵着走。我们不清楚获得收入后该如何分配，也不清楚我们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，只是觉得每个月什么也没剩下，1分钱都没有。顶层家庭教孩子不是节约，是系统。要懂得拿钱后去如何处理，要懂得先支付给自己，就是要储蓄和投资，然后再去花费。成年人可以用的系统就是存钱罐3罐子系统的升级版。比如我们也可以把收入分成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 spend 必要消费，但要带意识的花钱，你花的不是钱，是机会成本。你可以问自己一件事，我愿不愿意用本来可以投资升值和赚利息的钱去换今天这个消费，这会自然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花费。第二部分 save and invest， 长期投资，让钱替你工作。这里不仅仅是指存到银行的高利率储蓄账户收利息，还包括投资，比如指数基金，比如 VOO 和 VTI 等等，有现金流的出租房，有稳定现金流的生意，以及投资有税务优势的退休账户，比如 401k、Roth IRA 等等。你做的每个动作其实都在为未来的你争取更轻松的人生。第三部分 give，
富足心态，这对成年人尤其重要。成年人愿不愿意给予，其实反映的是潜意识。觉得自己永远不够的人，就会越活越焦虑；觉得自己足够的人，会越活越轻松。所以 give 不是刻意捐钱，而是一种思想状态。比如，你可以教别人技能，分享知识，帮助家人，或者支持一些慈善活动等等。它会改变我们对财富和匮乏的认知。你会发现，所有东西结合起来，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逻辑。顶层家庭从小建立的系统，就是成年人需要补习的系统。比如，我们要理解，钱必须有分配，而不是随意而为。长期投资大于短期满足。要理解机会成本，钱可以替我们工作。我们要有富足的心态，而不是匮乏心态。我们要有意识的花钱，我们要优先的积累资产，要谨慎的使用负债。我们要尽量花利息而不花本金，然后要为未来的自己负责。这套系统是财富能积累的原因，也是能逃离中产陷阱的指导准则。所以很多人以为教育孩子是从孩子开始，但真正代际财富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改变的。如果我们学会了如何管理金钱，如何投资，如何让钱替我们工作，如何延迟满足，如何建立富足的心态，我们其实就是在给下一代一个更强大的起点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以及留言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